俊谷现在是来到了108塔，这是建于西夏时期的佛教塔群遗址。按照时间上来推算的话呢，大概是有900多年的历史，确实雄伟壮观啊，排列非常的整齐。108塔的前面呢是有一个椭圆形的水池。现在我们一步一步走到最上面去看一下。108塔坐落在青铜峡峡口黄河西岸一处向东的山坡上，这里两山对峙，河深流急，地势险要，景色宜人。此地原本遍布佛教寺庙建筑群，因见黄河拦水大坝，河水上涨，使一些遗址被淹没，现仅存塔群。塔群以其超重的树木和独特的布局，雄立于中国古塔之林，国内独一无二，世所罕见。塔给到人们的感觉是一种很神秘、很神圣的建筑。塔建筑最初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我们边逛108塔，边聊一聊塔的起源。在远处看，我还以为这个塔很小，走近一看啊，原来是有这么高的，起码有2.5米到3米之间了。继续沿着阶梯往上面走，上去最顶端的那座塔看看。塔起源于印度，梵文叫做 Stupa， 音译为苏堵坡。古印度时期的国王死后，埋在一种有基座的半圆形覆钵体坟丘里，就称为苏堵坡。释迦牟尼圆寂后，他的弟子也以这种苏堵坡来供奉他的舍利子。之后，苏堵坡便由国王的坟丘成为了供奉高僧舍利的专门建筑形式。此外，僧侣们也往往在石窟中雕刻石柱，形状像是拉高了的苏堵坡，一面或四面刻有佛像，供绕行其周顶礼膜拜之用，称之为支提窟。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塔是古印度国王高僧的墓演化而来的建筑。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苏堵坡这种建筑也在中国广泛传播兴起，之后迅速与中国本土的阁楼相结合，形成了中国阁楼式塔。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经翻译家们才创造了塔字，塔就成为了汉语系佛教佛塔的专用名称。塔在古印度是坟冢的意思，翻译成汉语后曾出现过佛图、浮图等音译名称，和方坟、圆冢、高显等意译名称。另外还有舍利塔、七宝塔等译称。我是沿着顺时针这个方向上来的，站在这上面风特别大。哇，这个风啊！最上面这座塔的高度啊，大概就是有5米了。这里还有一个门，进来看一下。爸，我下去了啊！里面就是一个功德箱了。现在顺时针方向下去，绕塔就是要顺时针方向。原来仔细一看，下面这些小塔呀，很多形态呢都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这座上面呢就是一个圆球，也就是塔刹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圆球，而下面的呢它是有2个圆球，像是一个小葫芦一样。这个塔为什么会有108座呢？那是因为在佛教当中啊，他们认为人的一生当中啊，会有108个烦恼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珠会有108颗，念经呢要念108遍。我们来数一数，看看这个塔到底有没有108座。数塔一定要一座一座来去数啊！如果说你用乘法来去乘的话呢，那是不算的。据说，如果你能够把这108座塔给数完的话呢，那你人生中的108个烦恼啊就会消失了。数塔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5、36、108。终于数完了，数到我手啊都酸了，因为我的手一直举着相机。数完这108座塔，是不是真的就没有烦恼呢？那肯定是不可能的，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。做人呢，还是需要一点烦恼比较好。从这边走过去就是黄河了，两边长着好多芦苇啊。走了，发船了。
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和我有同样的疑问，就是黄河啊，为什么一直都是黄的？那是因为黄河啊，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啊，就把这里的黄泥沙给带入河中了。那么一年当中呢，它会带走16亿吨的黄泥沙，所以啊，它怎么也清不了了。无论多长时间呢，都是浑浊的。其中有12亿吨呢是被冲入到大海里面去了，还有4亿吨呢是沉入到黄河的河底去了。20世纪80年代对108塔进行维修时，在塔基下面清理发掘出一批遗物，经过专家分析鉴定，认为108塔始建于西夏，兴盛于蒙元时期。108塔背山面河，坐西朝东，塔群随山势凿石分阶而建，共有阶梯式护坡平台12级，由下而上层层逐次增高收缩，按基数依次排列，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巨大塔群，远远仰望格外神奇壮观，给人带来了许多神秘猜想。民间流传着它与杨家将西征相关的传说故事。据传，在北宋年间，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，率兵到宁夏青铜峡黄河岸边，与对岸的敌军相峙。面对汹涌澎湃的滔滔黄河水，穆桂英站在山顶上，手执令旗，开始点将，点了108将，组成了变化无穷的天门阵。敌军隔河观望，见穆桂英飒爽英姿，布阵有方，吓得失魂丧胆，不战而逃。后来为了纪念穆桂英，就在河西岸按照穆桂英当年点将布阵的情形，修建了108将的穆桂英点将台，因此人们称108塔为穆桂英点将台。也传说这是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后安葬108位将士的坟冢。